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2200里生死路，15天夺命归京。两京15日这波预告太窒息，程毅零更新互飙演技。近日，备受瞩目的古装大剧《两京15日》正式官宣杀青。随之曝光的首支预告片在不到24小时内，流量强势冲破1101万大关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，更是观众对品质古装久旱逢甘霖般的渴望宣泄。程毅，这位凭借《莲花楼》里莲花一脚封神的古装免检男神，联手刚刚在《玫瑰的故事》中凭借整容式演技洗刷观众认知的林更新，这两位看似画风迥异的顶流小生，竟然在马伯庸的笔下，上演了一出明朝版的《速度与激情》。如果你以为这又是一部披着权谋外衣的古偶恋爱剧，那你可能大错特错了。我们先把目光拉回到故事的源头，马伯庸原著小说《两京15日》。熟悉马亲王的读者都知道，从长安12时辰开始，他就极其擅长在极度压缩的时间与空间内，通过高密度的叙事来压榨出人性的极限。这一次，他玩得更大。故事取材于明史中仅寥寥数语的记载，却被演绎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逃亡。明朝仁宗皇帝病危，远在南京的太子朱瞻基必须在15天内赶回北京继位。2200里的路程，放在高铁飞机的今天或许只需半日，但在那个靠风帆与马蹄的年代，这是一道几乎无解的送命题。更何况，这不仅仅是与时间的赛跑，更是一场与死神的贴身肉搏。预告片中没有墨皮滤镜的失真感，取而代之的是扑面而来的窒息感。运河上的宝船爆炸，泥泞中的狼狈奔袭，暗夜里的刀光剑影。导演张黎，这位曾指导过《大明王朝1566》的国剧教父级人物，用他标志性的镜头语言，将大明王朝的厚重与江湖淘沙的凌厉完美融合，而程毅饰演的太子朱瞻基，无疑是这场风暴的中心。回望2023年，程毅用一部《莲花楼》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流量生，更是一位能沉下心来打磨角色的演员。如果说李莲花是看透世事后的淡然，那么朱瞻基则是深陷绝境中的觉醒。在拍摄期间流出的路透和杀青特辑中，我们看到的程毅不再是那个衣袂飘飘的仙侠男主，而是一个满身泥泞、眼神坚毅的落难储君。为了还原书中太子遭遇伏击、水上求生的真实感，剧组坚持实景拍摄，程毅更是亲自上阵，完成了大量高难度的爆破戏和水下戏。那种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破碎感，恰恰是程毅最擅长的统治区。他有一种魔力，能将角色的痛苦具象化，让观众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彻骨的寒意与不屈。而站在他对面的是林更新饰演的捕快吴定元，这对组合的选角堪称神来之笔。林更新去年的表现可谓有目共睹，在《玫瑰的故事》中，他将方协文这个角色的偏执与自卑演绎得入木三分，让观众恨得牙痒痒，也恰恰证明了他对复杂角色的驾驭能力。到了两京15日，他摇身一变，成为了那个玩世不恭，却又心存道义的南京捕快。吴定元这个角色，带着一股市井的烟火气和江湖的草莽气，与朱瞻基那种庙堂之高的贵气形成了天然的戏剧张力。预告片中，两人从最初的互相猜忌到后来的生死交付，那种在绝境中磨砺出的兄弟情，不是刻意的卖腐，而是基于生存本能和共同信仰的灵魂共振。网友们戏称，这是当破碎感天花板遇到了反矫情达人，两人的对手戏势必火花四溅。除了双男主的强强联合，该剧的女性角色同样拒绝了工具人的命运。在过往的很多大男主剧中，女性角色往往只是点缀或附庸，
但在两京15日里，女性的力量被赋予了新的诠释。凭借以爱卫营崭露头角的江佩瑶，此次饰演女大夫苏京熙。这不是一个只会哭哭啼啼等待救援的柔弱女子，而是一位胆大心细、医术高超的破局者。在逃亡小队中，她是冷静的大脑之一，多次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。而新人演员王和饰演的白莲交护法佐叶和，则是一个充满了反差萌的角色。作为反派，他身手狠辣，却偏偏生性爱吃。这种设定为紧张肃杀的剧情增添了一抹难得的亮色。这种全员上桌的人物群像，才是一部 S 级大剧该有的底气。当然，一部历史大剧的厚度，往往取决于它的配角阵容。两京15日显然深谙此道，搬出了堪称国家队的豪华绿叶团。看看这份名单，李乃文、陈数、张志坚、张国强、高曙光，哪一个不是在影视圈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戏骨？他们的出现，意味着这不仅仅是一场江湖逃亡，更是一场波诡云谲的朝堂博弈。当镜头从运河上的惊涛骇浪切换到北京紫禁城的深宫大院，这些老戏骨们即使不动声色，也能通过一个眼神、一句台词，营造出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惊悚感。太子在前方亡命天涯，朝堂在后方暗流涌动，两条线索交织并行，将大明王朝的命运悬于一线。这种宏大的叙事格局，正是两京15日区别于普通古偶剧的分水岭。据悉，为了还原明代大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，剧组辗转多地取景，从繁华的南京秦淮到荒凉的山东运河，力求每一帧画面都经得起考据党的审视。没有了廉价的绿幕抠图，取而代之的是实打实的风吹日晒。程毅和林更新在杀青特辑中那一张张被晒黑、被风吹得粗糙的脸，就是这部剧质感最好的证明。在这个特效泛滥的年代，这种笨功夫反而显得尤为珍贵。两京15日的杀青，标志着2026年的剧王争夺战已经提前打响。它不仅承载着程毅从古偶男神向正剧大男主转型的野心，也寄托了观众对于高质量历史悬疑剧的殷切期待。对于程毅来说，朱瞻基或许会成为他继李莲花之后的又一个人生角色。他不仅要演出太子的贵气，更要演出一个被命运抛入泥潭后，如何一步步爬起来、洗净污泥、重塑金身的过程。而对于观众来说，能在屏幕上看到这样一场酣畅淋漓的绝地反击，无疑是最大的享受。